我所有的研究都是从病人出发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视病由亲，病人他有什么需求，我们要尽量去满足。小纤维就是这些神经，它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疼痛、刺麻的感觉，或甚至于灼热是有关系的。病人这些神经受伤了，所以他会觉得两脚会有灼热。20-30年前对这个疾病缺少一个客观的诊断方式，这些病人家属、医生其实大家都很困扰。那我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很有兴趣，特别是这些形态学或是结构，那时候就会想到说，那这些神经都终止在末梢皮肤上面。如果我可以从皮肤上面去检测到这些神经，那我就可以有一个客观的诊断的标准。因为这样的训练，还有这些病友的需求，大概就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克服了这些技术上面的问题。台湾脑库很重要的意义是，它是一个病友大爱的表现。我一个罕见疾病的病友，他告诉我，这个疾病没有诊断，没有治疗，他很痛苦，但是他希望的是往生以后，我这个脑神经组织可以留下来，给其他的医师做研究。因为有这样子大爱的病友，我想对我来讲是一个驱使的力量。非常感谢我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最终得到了法源的依据，所以就在台大医院建立了台湾第一个完整符合法规还有国外先进标准的台湾脑库。启发自己的力量，这个是长期从事研究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小纤维神经病变，或是台湾脑库，它不是用月，是用年，甚至用10年来算的。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怎么样维持自己有那个动力？一个是责任感的驱使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研究的主题的选择上面，需要了解自己的能力，还有自己的兴趣。我也常跟同学讲，实验室的同学实际上是你的队友，你要想办法让你认识的人变成可以帮你忙的。一个是科学上面、知识上面的，另外一个是心理上面的。一群人跟着我一起做，互相鼓励。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在班上成绩不是很好的。我们那时候要选科，其实都是要看你的成绩的。我很希望神经科，对那个很有兴趣，但是我也知道我可能申请不上。那我觉得做神经科医师也需要有内科的这些技术训练，所以我做了2年的内科医师。在累积的过程中，我也同时再去回顾我对神经科学的兴趣是不是真的那么强烈。所以2年以后，我就决定我还是回到我最喜欢的东西。常常跟我们同学讲，有时候不见得是直线，那你可能是弯道，我有足够能力，我有自信了，我再回来，这个也是 OK 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领域，你觉得只要你觉得有兴趣、有可能，你就需要去 explore。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潜能，可能都是要你碰到了有一个情境，你可能才会知道。其实台湾的老师、研究学者，大家都非常的优秀，需要在国际会议上面，要让国外知道我们的研究能量，还有我们的研究成就。举我自己个人的例子，我们发展了皮肤切片可以诊断这些小纤维，所以某一个程度，如果这是在世界比较早的，我们就尽量会去参加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国外就有几个实验室还有研究者就跟我联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建立国际的网络，在美国还有这些开会的时候，认识了这些国际学者，所以我们就有很好的网络连接。我们想要合作某一些计划，他们也都非常高兴。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台湾主体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融入一个国际社会。目前大家其实都有这样子的共识，只是我们要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努力，强化我们台湾在这个国际上面，包括医学科学研究上面的优势。1+1不只是大于2，是大于3。在台湾，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